房仲店店长通常是最有经验的那个人。那现在的房仲的竞争已经不是说他房子多会介绍多会卖，而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延伸去帮买方的贷款一起 take care 下来，照顾下来。像我推荐的2间房仲店，台北跟高雄都很熟悉在地的银行，甚至是在地的窗口。也就是说，你自己去问玉山国泰这种大间的，人家就报一个4平8稳的数字，你就不满意嘛。透过他们的运作，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比较厉害的报价，可是利息会比较高，比较高没有差。我们要的是成数，这就是老练的这个房仲店店长他们平常就会去经营的关系，能够让你办贷款变得顺利非常的多。签约必看3大秘诀，稳拿8成贷款，远离隐性风险。先说结论，记得用这3招。第一，签约前找银行估价，估价不是建价。第二，不要同意签动资单。第三，善用新青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个礼拜聊了怎么找到好房仲，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买房签约要注意什么。我们上一集聊了怎么找房仲问题，那接下来就来讨论说，如果你看房子很满意，你要注意哪些事。首先你要注意的第一个事情是，你要事先找银行估价，注意是估价不是建价。估价就是你报门牌，然后那个银行窗口回头乱问，没有正式走到拉联这个阶段，他乱问的做法可能是他就是查这个社区他之前怎么放，然后就回报给你，就这样。好，那不拉联征这2个不一样。估价是银行参考附近的行情，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估值。那建价是银行会针对你报出的门牌号码，找那个专业的建价人员来进行计算要干嘛的。那通常都会拉你的联征资料。那拉联征这件事情你也知道，你被拉3次，第4次你就很难贷款，所以不要犯这个错，就是每次估价你就拉1次联征，这绝对不行。就是说估价你先估再建，那你的估价跟建价可能会出现落差，落差已经会被收敛在很小的地方。他不会说你买了一间1250万的房子，然后银行估价是1200，好 OK， 估就是这样估。那实际建价建下来蛮复杂，他还要看你个人的条件。那你个人条件如果都 OK， 或是有一点问题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说银行只估1000，那银行就用1000去放8成，就是800万。那你不是买1250吗？那你中间就要补很多钱，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你先确保好你自己的条件，然后先用估的，不要直接去用建价。你要建价，通常就是你决定要在这间银行做了，你才会去给他建。那通常我说通常银行为了避免被骂，所以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是估跟日后的建几乎是相同的数字，只要你个人的状况不要乱七八糟。因为你给他估的时候，你只让他看到房子的资料，没有看到你个人的资料，对不对？那你在走建价流程的时候，他就会看你个人的资料。然后讲一个奇葩的事情就是不要犯罪为什么？因为你在走建价过程中你被通缉的话，那银行就不放贷款了，就直接不放。那这很常发生在说，不是你有没有杀人放火而是说你又卷入一个什么诈骗了，朋友跟你借簿子你就借了，然后怎样，然后有没的。好，那到时候你弄个不好，你被通缉，你突然就不能够贷款，很奇葩的事情。好，那如果你估出来跟你的成交上差太多，你就不要买，再喜欢你也不要买，因为你这样自备会拿出来太多。这间房子我建价1000万，我放你8成啊，我放了800给你，有什么不对？你说不是啊，我是买1250万，你怎么不是用1250万放给我？就不是。好，那再来就是你现在就难买了，你现在贷款就真难了你日后一定也会很难卖，你的下一手买方他会遇到跟你同样的情况所以就不要你就避开这种房子。能够稳稳贷款8成的房子，还是银行眼中的好房子，所以你要找到能够贷款8成的房子就对了。再来你要知道，不管怎样都不能签动资。那假设你们都差不多谈好了，你也跟银行问过估价，确定你可以贷款8成，那剩下就是打合约签合约。那基本上你只要找大品牌房仲店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边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过程中那个卖方可能会要求什么，他要动资。这个我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签完约以后，你还是要去银行跑贷款那因为房的钱很大为了公平交易，你是买方，你汇款不是汇给那个卖方，是汇到履约保证账户，汇到履保去。然后银行拨款也是拨到那个履保，总之就是要等这间房子正式过完户以后，卖方才会从履保账户拿到全部的钱，所以你的钱是很安全的在履保里面。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刚讲的动资，也有人念动拨、动资单、动拨单这样，意思就是你同意卖方可以先从履保账户拿钱出来用，常见的理由就是他要搬家、他新家装潢或什么这些东西，可以的话你都不要理他，因为那个钱出去就回不来，而且他不受保护。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钱出去了，现在你的旅保里面躺着300万好了，你的头期款，然后他说他要动资，然后你也不知道，然后中介一直敲边鼓，这没差，这没差，好，那你就签了200出去，这麻烦了哦。那他后来遇到了什么情况？他去犯罪或是干嘛？那换他的财产被假扣押的情况之下，你这个交易又出了麻烦，你就不要同意就对了。因为那个很多的台版地面师的诈骗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做，就是说他卖一个行情2000万的房子，他1500就要卖，然后大家就要跟他签，他来同时搞一屋多卖。一屋多卖就是说1500万的房子，2成不是300万嘛，他直接跟17、18个人签约，然后通通都到旅保里面去，因为还没有完成嘛，这是违法的事情哦。然后他每个都去签动资，动资都动到他那里去，然后他就跑路了，他就让这个事情爆掉，会有这个做法，所以你就不要签动资就对了。为什么签动资这一招骗得到人？因为是在旅保里面，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买这个房子有走旅保很安全这样哦，所以不要去碰这件事情。你是买方你就不要同意。你是卖方，你就尽量不要去跟人家去签动资，去那边吓人家。我自己都是这样，这点我自己有做到。那找有品牌的房仲店，不要同意动资，那什么事情都走旅保哦，应该是相当的安全。最后你要记得善用新青安，合约都签完了以后，你就是要正式跟银行贷款了。那贷款的银行可以找你平常有往来就好，就是你的薪水都打到的那个银行哦，他们有流水可以查。或是通常不好，因为那个公司在配合银行，我说大公司都配合什么玉山国泰这种，那谁很敢去放那些比较高的房贷，就是小银行，小银行，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你的盲区。那你可以找中介帮忙哦，房仲店店长通常是最有经验的那个人。那现在的房仲的竞争已经不是说他房子多会介绍多会卖，而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延伸去帮买方的贷款一起 take care 下来，照顾下来。像我推荐的2间房仲店，台北跟高雄都很熟悉在地的银行，甚至是在地的窗口。也就是说，你自己去问玉山国泰这种大间的，人家就报一个4平8稳的数字，你就不满意嘛。透过他们的运作，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比较厉害的报价，可是利息会比较高，比较高没有差。我们要的是成数，这就是老练的这个房仲店店长他们平常就会去经营的关系，能够让你办贷款变得顺利非常的多。那你只要是记得这间房子你要持有5年，持有5年的原因是你要等增值，然后去发动自己的人生中的小换大旧换新。那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新青安要截止了哦，要截止了，所以你就看你自身的情况去善用新青安。为什么？新青安利息比较低啊，又有宽限期啊，能够让你买完房子缴房贷的过程中这个压力减轻非常多。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请房仲店直接帮你推荐银行，这应该都可以拿到不错的条件。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买房签约要注意什么首先在正式签约以前，你要找银行估价记得是估价不是建价让你确定你可以贷款到8成。你不熟银行，你叫那个房仲去帮你问他们平常都有养那个关系所以这个他们来问很快，可以一次帮你问个7、8间，不然会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因为买卖房子这毕竟不是大家都很熟练的事情所以大家的银行贷款绝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就是你签约现场，然后代书会问说，那买方你有找好要贷款的银行了吗？然后你就说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代书就说那不然我帮你们，我推荐你去那个我们公司常配合的好了就这样，变成说贷款是代书决定的，可是代书他只是代书，他哪有管你什么签约8成？所以你让中介去做这件事情去帮你问清楚。那签约的过程也要记得不能同意卖方签动资单、动拨单，因为那个钱离开旅保以后几乎就是追不回来的你让钱动资出去了，日后再发生一点点毛病，你这个交易都会卡在那里，很麻烦的事情。那最后是你要记得找银行贷款的时候善用新青安，因为新青安一生一次嘛，而且预计到2026年7月就要截止，所以这个又能降低你的压力。这是政府的德政，你要是符合你就去用，就这样。好，那你就有机会拿到很不错的条件，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 是自住换屋那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 自住换屋，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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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在车水马龙的台中市里，有一位体态玲珑又肤白貌美的女孩子，人称正妹10号。她像一朵雪白的花瓣，偏然落在灰蒙蒙的都市里。她认真勤奋的工作，努力完成各种 KPI， 那终于也到了要买房子的人生阶段。此刻，正妹10号花了许多时间，在网络上寻觅梦想中的小小天地。终于，他在一处公设华美的社区里面，发现了一间温暖的小房子。这房子不大却处处透露着精致的气息让他一眼钟情。
然而理性的他还是决定先进行银行估价，若能取得80%贷款，他就会迅速出手；若只能拿到60%、70%，那再怎么迷恋也必须忍痛转身离开。为了不让自己的心血付诸各种风险，他选择了名声赫赫的大品牌房仲店，让签约的过程安安稳稳，也没出现交易风险。不过在签约以后，事情并没有如他预期中的顺利进展，卖方屋主就要求了要动资部分的款项，说是要搬迁、要装潢、要动资160万，任由仲介各种劝说。那正妹10号心智坚定，断然拒绝。那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签约完成后，迎来下一个关卡，与银行洽谈贷款。他先选择自己平时往来的银行。那条件不好的话，房仲还会推荐其他的选项。终于，正妹10号顺顺利利的完成对保。那他现在拥有的不仅是一间小小的房子，更是一个他未来人生中的避风港。故事的最后，正妹10号站在门口凝视着他的新房子，心里出现了一个声音：能坚持原则的人才配走入自己的天堂。